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众所周知，经常喝小米粥非常养胃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，胃不舒服的时候来上一碗，马上就会舒服很多。从几个月的婴儿到几十岁的老人，人人皆宜，都离不了。看似简单的小米粥，做起来还是有很多技巧的。今天超子详细的给大家分享，用最简单的方法熬出浓稠的小米粥。熬小米粥一定要选用当年的新小米，把小米倒入碗中，加入清水，稍微清洗一下。小米千万不要提前用水浸泡，否则营养会大打折扣。也没必要用手揉搓，用筷子简单搅拌几圈就可以了。干净好一点的小米不用淘洗。为了更加营养粘稠，可以放入一小把麦片，同样用清水清洗干净。少许枸杞，洗净控水备用。熬小米粥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米跟水的比例，一般情况下1:13最合适。米粥要想粘稠，不要冷水下锅，等水开以后再放入小米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小块南瓜，南瓜洗净不用去皮，把南瓜切成小块。小米跟南瓜是最佳搭档，家里面没有也可以放山药。南瓜不容易煮熟，切好以后可以提前放入锅中。水开以后再转开小火，把小米倒入锅中。水开放小米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小米不会糊底粘锅，中途也不用勺子搅拌。放入洗净的麦片，用勺子稍微撇下浮沫，处理干净以后盖上盖子，小火熬2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，掀开盖子，浓浓的米香味扑鼻而来。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上面飘有一层浓浓的米油，这也是婴儿宝宝最好的辅食。我家孩子小时候经常喝这个。外面一些早餐店为了节约成本，熬小米粥时会经常放碱、小苏打，甚至勾水淀粉，这样会破坏小米粥的营养。有些美食还是自己做比较放心。家里面有小孩的同学，可以用勺子把南瓜碾碎，这样口感会更加细腻，不用加糖，都是甜的。最后放上枸杞，焖5分钟，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南瓜粥就熬好了。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来一碗，暖身又养胃。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重点：一是选用当年新鲜的小米；2是小米不要浸泡，简单淘洗一遍就可以了；3是小米一定要开水下锅，直接冷水下锅的话，小米不会迅速糊化，做出来不粘稠，清汤寡水的。平时胃不好的同学少吃一些凉的，多喝一些小米粥。感谢您的支持点赞，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